游戏《黑神话：悟空》的官方账号在2024年的 TGA 视频中曾经出现过一座燃烧的高塔，这座塔在2020年的实际演示视频中也出现过，其中的怪物在做一个很炫酷的动作。这座塔的取景地通常被认为是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的开元寺双塔。在巡礼的时候，我还复刻了游戏中怪物的动作，也不知道像不像。但是有一个问题，开元寺的双塔是2座塔，那么黑神话悟空的取景地到底是选了其中的某一座塔，还是将2座塔融合了，还是将塔魔改了？在现实中，我们又该如何区分这2座塔呢？这期视频我们就趁着巡礼的机会，把这些疑问一次性解决掉。本期视频是我黑神话悟空之旅系列的第11期，各位在我的主页搜黑神话悟空就能找到过往的节目。我是从温州坐高铁过去的，记得买泉州站的票，千万别买泉州南站的，那边距离开元寺有点远。就这样，我一路坐着火车来到了泉州站，还没等出站就提前看到了本次巡礼的目的地。这2座塔真是名不虚传啊，还没出这个高铁站就看见了。然后打车来到了酒店，酒店我订在了泉州古城外，比古城里边便宜，住宿条件还不错，旁边还有个学校，出早操时可以把人叫醒，连闹表都不用订。酒店到开元寺的步行距离是2.3公里，打车距离是4公里左右，供各位参考。酒店附近有个泉州非遗馆，步行几百米即可到达。我在这边再次看到了纸扎版的开元寺双塔，还有锡雕版的开元寺双塔，可见双塔元素真的是闻名遐迩。还没开始巡礼就已经邂逅它好几回了。如果要从巡礼的路上逛吃，可以选附近的中山路。我按照泉州当地人的推荐，在这边吃了秦阿姨家的芋泥饼和马蹄酥，还尝了尝本地的小吃土笋冻。此外还可以去西街逛吃，这里距离开元寺双塔仅有1墙之隔。我按照当地朋友的指引，在这买了秉正堂4果汤，还有同安香骨鸡腿，再加上炸醋肉、青菜和2锅头，这一顿吃得很开心。出门旅行除了看风景看古迹之外，吃住行都很重要，这几样都做到位了，那就是生存1分钟，快乐60秒的真谛。如果去双塔巡礼的话，最好打车到西大门，你走进去往右一拐，一眼就能看到西塔，也就是仁寿塔。从这儿走到东塔也用不了多久。总体来说，这个巡礼目标还是比较好找的。大家好，我是徐工，这次一定点关注，下次旅行不迷路啊！目前我来到了福建省的泉州市。看我背后这座塔，黑神话悟空的取景地开元寺双塔就在这个位置，待会儿咱们来一起好好逛逛这。聊双塔之前，我们先来简单介绍一下开元寺。这座寺庙始建于唐朝，一开始名叫莲花寺，在之后的岁月里，寺庙的名字被改了很多次，直到唐玄宗年间，寺院以年号开元为名，定名为开元寺，这个名字最终得以一路流传至今。但在这1000多年的岁月里，寺庙也多次被毁。我们如今看到的是新中国时期修缮后的版本，它也在1982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但这次因为时间关系，寺庙根本没来得及逛，所以就说到这里了。开元寺的双塔分别指的是西塔仁寿塔和东塔镇国塔。西塔仁寿塔始建于5代十国时期，原本是7层木塔，在宋朝时遭了火灾，重建时改成了砖塔，后来又在1228年被改建为石塔，算而今已经有了快800年的历史。东塔镇国塔的历史则更早了，它是始建于唐朝，一开始也是木塔，后来在遭灾之后被改建为石塔。所以这2座塔如果按照材质来看，其实都是宋代石塔，而且很明显是仿木结构的。乍一看很容易把它们误认为是木塔，而且2座塔的外形和构造是非常相似的，不仔细看根本分不出来。这就回到我们初始的问题了，我们该如何分辨游戏中的取景地是哪一座塔呢？这我们得先区分一下东西双塔。我一共总结出了6处不一样的地方，其中不包括2座塔的尺寸。东塔镇国塔稍微大一些，但因为它们距离比较远，对比尺寸远不如对比造型直观，所以这个我们就不列进来了。那么这6处造型差异都在哪里呢？第一处是塔底须弥座的浮雕不一样。镇国塔这边是一大堆佛教故事浮雕，每一块砖上都有一个独立的佛教故事，而仁寿塔这边就简单了，就是狮子、花朵，花朵配狮子，狮子配花朵，狮子花朵与佛塔的故事。这个区别点的位置是最低的，肉眼可见的，所以是最容易发现的差别。第二处，我们来看蓝圈内的铺座区。铺座这个词是宋朝的叫法，我们今天一般管它叫做斗拱。因为眼前的塔是宋塔，所以我们今天按照宋朝规矩将其称为铺座。我们先看东塔镇国塔的铺座，尤其关注上3层蓝圈内的铺座区，它顶的是外侧的屋檐，所以叫做外檐铺座。
绿圈这个位置在转角处，所以叫转角铺座。黄圈位置是俩角柱中间的铺座，我们在低层看得更清楚，塔仅在转角处有柱，中间没有柱，所以黄圈的铺座不能是柱头铺座，只能是补间铺座。东塔的补间铺座每一面共有2个，然后再看西塔的上3层，绿圈也是转角铺座，黄圈也是补间铺座，但只有1个，两者的铺座数量不同，西塔的铺座要少一些。如果我们直接把两者放一起对比，那看起来就更直观了，谁多谁少一目了然。第3处看铺座里有没有加方，方是用来加固的构件。我们先来看东塔，这个蓝圈是铺座区，红圈的横条就是方，就是用来进一步加固的。再看西塔这边的铺座，里边什么都没有，这个不用同屏对比了，一目了然的这是。第4处我们来看铺座的下沿，看东塔铺座的红圈里有这种尖头的装饰，结合之前这几点来看，东塔有方，铺座多，又多了个这都是为了辅助承重，很明显因为它的屋檐更长，加了这些部件就是双保险。再看西塔，下边就光溜溜的，什么都没有，因为它屋檐短，基本用不着这些。第5处我们来对比一下塔刹，也就是塔尖。东塔镇国塔塔刹的最尖端处是含苞待放的莲花形，西塔塔刹的最尖端处是一个金色的葫芦，不过这个区别就不那么好找了，不放无人机的话怕是看不清楚。第6点我们来对比塔身的浮雕，两座塔象征的世界不同，所以塔身的浮雕也大不相同。但是很可惜我没法登上去拍近照，所以只能靠手机和无人机凑合拍凑合讲。我们先从东塔的浮雕开始说起。东塔象征着东方的婆娑世界，第1层是人天城，凡人修行先要皈依3宝，恪守5戒，是为人城，再修持10善可上升天道，是为天城。这一层实际的造像风格很像是佛教中的护法神，或许护法神的修行水准对应的就是这一层，也未可知。第2层是声闻城，这些都是听过佛祖说法的修行人，已经超脱了生死轮回。这一层的右边是布袋和尚，这就是大肚弥勒佛的原型之一，另外好几处浮雕都被烟火熏黑了，老实交代是不是你小子干的。第3层往上就看不清楚了，门关着不能上去拍近照，用无人机看浮雕又不方便，远了看不清楚，飞近了又不敢，所以只能说到这里。但这也足以用来区分双塔的差别了。西塔象征着西方极乐世界，但谁在第几层，这都是随机排列的，没有分出高低等级。正所谓不以道果深浅分上下，不以5层上下分尊卑。而且这边的画风一看就是修行成果很高的，背后常有佛光，这是西方极乐世界应有的样子，和东塔那边就截然不同了。以上就是东西塔的浮雕区别，以上的6点区别便是我们分辨开元寺东西双塔的关键。然后我们再来看游戏原图，这个浮雕肯定是看不清楚了，尖头装饰也看不清楚，塔刹就更别指望了。我怀疑黑神话悟空里所有的塔刹都是自己家的建模，但是铺座数量是很容易能分清楚的。上3层明显有2个补间铺座，里边很明显也是有方的。据此我们完全可以推断2024年 TGA 视频里出现的这座塔正是泉州开元寺的东塔，也就是镇国塔。而2020年视频的铺座数以及齐全的方和前者是相同的，所以它的取景地也是东塔镇国塔。至此我们终于确定了本次行程的最终目标。然后我们奔向东塔，对照游戏原图说一些刚才被遗漏掉的东西。我们先来看塔的檐角，游戏截图中是这样的，现实中也是一样的。这个是飞檐翘角，属于是南方多雨地带的一种常见构造，可以弹开雨水保护建筑，这个不用多介绍。但檐角上的这种小东西我们可就得说道了。在现实中这上边的脊兽就是普通的仙人，但是在游戏截图中这怎么看怎么不像是人形。说来也不奇怪，在黑神话悟空的世界观里，神佛的雕像都被妖魔换头了，那么把原有的仙人小像变成兽类的样子当然也不奇怪了。更何况在游戏中这个位置也有兽形装饰牌子，这必然也是妖魔留下来的了。被游戏改变的不止于此，现实中的每一层塔都有半圆形的门可供进入，这个叫拱券门，而在游戏中这个拱券门已经消失不见。结合前边被改变的脊兽，还有塔上新添的兽元素，很难想象这座塔在末法时代被妖魔改造成了什么样子，可见游客做事真的很细致，取景和做游戏都是如此。话说他们全国跑来跑去取景也很辛苦，其实可以格局打开，稍微出一点钱，让我代劳跑腿取景，咱保证各个细节都采集到位，而且我的解说视频还能宣传加联动，一举多得，岂不美哉？说来还有几个月就要直面天命了，在此之前我们不妨先来到开元寺，看看这坐拥数百年历史的双塔，也看看双塔背后的千年古城泉州。早在唐朝便有了开元寺和镇国塔，这一镇便是1000年的风霜雨雪。在
宋朝，东西双塔奠定了如今的格局，把这数百年的厚重古朴都凝在了一砖一瓦之间。在元朝，这里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头号港口。为了更好地迎接四方来客，这座城市以兼容并包的态度吸收着天南海北的文化。如今众神之城这个称谓便是那个时代的遗存。在明朝，昔日的大港在一纸禁令之下进入了几百年的低谷期，直到历史松绑的那一刻。从那时起，本地人做事有了干劲儿，南洋的远亲也多有庇助。自此之后，便有了20多年的 GDP 奇迹。现如今，我因黑神话悟空而造访泉州，却在无意之间翻开了这段开拓进取的历史。正是这一代代敢打敢拼的天命人，造就了宋元的富庶，也缔造了过往几十年的奇迹。他们斗罢了过往的艰险，现如今轮到我们再出发了。看到这里的朋友，记得一键3连加关注，和徐工一起读城，一起旅行。